你好，我是阿力。那么今天这个暴跌啊，来的真是猝不及防，很多小伙伴都表示非常的无语啊，纷纷的发私信问我，发微信问我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呀？那么在今天这个视频里面，我就会告诉你今天暴跌的一切的原因啊。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从头看到尾啊。那么我实话实说，我这些话在昨天的那期视频里面我已经都说了。那么是在一堆枯燥的这个数据分析后面得出来的一些结论。那而且呢，在这个 NFT 20天内崩盘那一期啊，我也做了一点点的预警啊。但是呢，非常可惜，很多人都没有看到，或者是说他们看到这种枯燥的数据分析就直接略过去了，就不看了。那么你们每天就盯着这些技术流的博主啊，什么 K 线博主啊，就想知道明天到底是涨还是跌。就盯着这眼前的这一点点的利益啊，那么可是啊，昨天没有任何一个技术流的博主告诉你今天会这个插针，而我啊，一个被你们无数人讽刺为这个什么反向指标啊、零技术含量的这个博主啊，竟然能够提前预知到会插针了。那么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讽刺啊，你不服都不行。好，那么在言归正传之前啊，那么希望新来的朋友啊订阅一波啊，那么老朋友啊先点赞再观看。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分析啊，大家来看这张图片啊。那么这张图片我相信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了啊，但是你可能没看明白或者是没听懂。那么这个图片呢是 Glassnode 最新一期链上周报给出来的这个图片。那么这张图片呢是比特币截止到上周日，也就是9月5号未平仓的这个合约的数量啊，注意看啊，全是重点啊，不要眨眼睛，注意听啊。那么看左边的这个历史最高位啊，那么这个图片给出来的是这个目前的状态呢是历史的次高位。什么意思呢？就是目前的这个未平仓的，就是没有平仓掉，现在还在交易的这种合约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次高位。而且我昨天在视频里面说了啊，未平仓合约大部分呢是多单合约啊，就是看多的这种合约。为什么呢？是因为比特币已经站上了5万美元，所以大部分人终于反应过来了啊，牛市回来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做多了，加杠杆去做多啊？这是第一张图啊，第一个重点。那么我们看第二张图，第二个重点。那么昨天我们在视频里面说会加一些以太坊的大数据的分析。好，那么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张图片。那么以太坊未平仓合约的数量啊，重点来了，大家看啊，那么历史最高位啊，大家看看啊，上一波的这个高点的时候啊，是这个没有达到那么高啊，现在是78亿美元的未平仓的数量啊，这已经是超越了上一波的这个顶点了啊！大家看看这个图片啊，是 ATH all time high， 这是非常不得了的啊。那么你就想啊，那么目前这么多的这个多单的这个合约啊，那么然后主力机构会往上拉嘛，带着这些多单往上拉，然后让你们多赚钱，加着杠杆的赚钱吗？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就是我昨天视频里面为什么说这就是后面会频繁插针的原因啊。那么这也是暴跌的元凶。但是呢，话也不能完全是这么说啊。主力机构想往上冲啊，那么主力机构想往上冲，结果发现加了这么多杠杆的这个累赘啊，于是他们就决定啊跺脚，让这帮爬虫啊都这个滚蛋。好，那么这两张图都给你看了啊。那么我们昨天该说的也都说了，如此大规模的这个未平仓的合约，到底是啥意思呢？说人话就是大部分做合约的人啊，一致认为市场大趋势大概率是往上走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大家就加杠杆做合约多单，那么现货的这个翻倍啊，就是我们都说了，都预期到了这个比特币会到10万到15万，然后以太坊有可能啊，以太坊有可能会冲破1万美元，就是目前的价格在往上翻个2倍3倍，他们还是无法满足自己的胃口，那么人心不足蛇吞象，于是就纷纷的选择去做合约。那么就在这个合约数量达到一定的高度，达到了一定的顶点的时候，试想一下，这个如果说价格上涨带着你们这帮合约多单往上走，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交易所就会赔个精光了。那么交易所会这么做吗？交易所是给你普通人打工的吗？那必须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插一个针啊，把合约操个底翻天，
全给你们爆掉。交易所啊，现在我估计笑的这个脸都会到耳门子了，知道吧？你说你们啊，自以为这个自己非常的聪明，想多挣点交易所的钱，没想到交易所看重的是你的本金，是你的保证金，一爆仓你还有什么？你一无所有，对吧？那么普通人做合约啊，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光着屁股在透明的桌子上面玩赌博，桌子底下呢还是这个庄家的摄像头在看着你啊，你到底是什么底牌，人家看的是清清楚楚。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降维打击，这是非常典型的降维打击啊。那么在机构和交易所的眼里，你是什么？就是虫子。而且是2维的虫子啊，你跟3维生物啊都想比一个高低啊，却选择了一种最傻的这种方式，就是博傻嘛，简直就是自杀的一种行为啊。那么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他们玩啊！我多次在视频里面强调啊，远离合约，珍惜生命，取关啊。这个所有怂恿你去做合约的这些博主啊，我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一定要取关他们。那么其实我这么去苦口婆心的劝也没什么用啊，有的人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啊，那么心甘情愿去给交易所送钱，挣一点钱就送去了，挣一点钱就送去了，或者是说心甘情愿把自己辛苦搬砖挣来的钱呢送过来给牛市充当燃料。如果说真的是给牛市能够充当燃料的话，那么我觉得啊，应该是不是鼓励你们去做这个合约啊？那么这样持有这个现货的大家呢，是不是就拿到更多的收益呢？我完全可以，也可以这么做，对不对？但是呢，我过不去心里面这道关，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合约本来呢，它就是加密货币的这种衍生品，它不是真正的投资加密货币啊。那么我再说一遍，它不是真正的投资加密货币，拿现货才是真正的投资加密货币。但是呢，必要的时候，这个交易所总会给你来一个插针爆仓。它又跟这个真正的加密货币市场的这个价格密切相关啊，说白了就是这个合约它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的交易。那么我想让大家都明白这个合约的本质啊，但是我现在以我现在这个个人的能力啊，又无法做到更多啊，也就是非常的纠结啊。那我只能在心里面默念啊，就是祈祷。就是有做合约的这种交易所赶紧都关门啊，赶紧都倒闭吧。那没办法，咱没有别的，只能诅咒它，对吧？那么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数据啊。那么下面这张图片是最近24小时的爆仓量，大家看看有没有你所参与的这种交易所啊？那么全网爆仓总量达到了43.52亿美元，这应该是近期的一个高点了吧？那么交易所这24小时真的是血赚啊！那么再看看下面这张图片啊，这是24小时合约的数量变化，注意看啊，全网总减少了8.2%，而币安，大家看看币安啊，养出来这么多油管博主的币安啊，增加了41.49%，好家伙啊，这是做多不成反做空了嘛？就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可能币安最近最近24小时爆仓的数量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们再看一眼啊。那么最近24小时币安的爆仓的总量是7.78亿美元啊。那么其他的交易所的这个做合约的数量都在减少，而币安呢不降反升，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参与做多的人被爆仓了啊，保证金没有了，亏的精光了，然后呢反手来了一个做空，那么后面就有好戏看了啊。币安我觉得币安是大陆用户最多的一个平台，说明这个中国人骨子里面赌性还是非常强大的啊，这是写到基因里面的，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呢，我希望每一个参与过合约的人都要反思自己以前的这个过错啊，那么争取都要改掉这种赌性啊，把这个骨子里面赌性从自己这一辈儿改掉，然后争取在下一辈儿不要再出现这种性格啊。好，那么我们在这个节目最后，我依然会告诉你这个后市的大趋势。注意啊，我并不是告诉你明天的走势会怎么样，我只是说大趋势啊。那么不要说我一发视频就跌，我一看多就跌，不是这样子的，我看的都是一个趋势。所谓的这个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们了，我是长线的一个投资，而不是说我今天买了明天就卖，或者我早上买了我下午看涨了我就卖，不是这样子的，我是一个长线的一个思路。我发现很多人真的是你非得真的要跟幼儿园小孩说话的那种方式去跟他说话，他才能听得明白。就是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我们看我们视频的这帮就是天天在评论区来讽刺我的这帮人，你们到底文化水平怎么样啊？是不是连小学都没毕业？是不是这个在上学的时候听老师讲课也怎么也听不明白，天天被老师骂的那种人，对吧？
那么好，我们继续说后市的这个大趋势依然是向上啊。我们之前分析过那么多的大数据，机构跑步进场也好，或者是怎么各个大数据这个币啊都转出交易所也好啊，这都是板上钉钉的啦，是非常确切的数据啦。那么市场上的币真的是越来越少了，那么再加上这个今天这一暴跌啊，散户把手里面仅存的币都乖乖交出来，这个交易所又开始收割了一波，就把币也收走了。那么今天这个机构啊，估计做梦都得笑醒啊！一开心啊，再来一个反手，哎，来杀一个空单，把这个币安增加的41%也都干掉，对吧？简直就是完美无瑕。好，那么以上的就是今天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啊、赶紧订阅吧啊！我保准啊，我讲的这个内容比这 K 线博主强一定的啊！想啥的赶紧订阅啊！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peace。